我是来带你走的，就让我们一起下地狱吧。喂，舅妈，你舅舅都跟我说了，你那个男朋友是个有老婆的人。舅妈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把我们当做自己家里人呢？当然有啊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一个有老婆的人搅在一起啊？你为了爱情，还是为了贪财？你是不是嫌我们家穷，觉得跟着我们没有出路？不是的，舅妈，我不是因为贪财，更不是嫌我们家穷，从来都没有。那你是为了报恩，想找个有钱人来照顾我们。你舅舅说，你跟那个男人已经3年了。我知道这3年来，你经常拿钱回家，使我们家的生活改善了不少。可是雪儿啊，你想没想过，这不是个正道啊！昨天晚上，我想了一夜，一直睡不着觉。我在想啊，这些年我对你到底怎么样？我承认，最近一段时间我对你是有些看法。那是因为你从家里搬出去了，而且说搬就搬。我觉得你就是嫌家里生活不好，嫌跟着我们没有出路，嫌我对你照顾的不够。我这心里觉得委屈呀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出去是为了跟那个男人在一起，是为了给帅帅找出国读书的钱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咱们这个家，其实我也不应该怪你。但是雪儿啊，这个钱舅妈不能要。这张卡里边是上次卖戒指的60万块钱，你拿去还给人家。舅妈，可是帅帅出国要用钱的。用钱也不用这个钱，我用了它，我就对不起你死去的父母。我死了以后就没有脸去见他们。从你舅舅把你领回家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把你当做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了。舅妈，我知道舅妈文化程度不高，有的时候愿意斤斤计较，爱贪点小便宜。可再怎么样，我不会做出卖女儿这种事儿啊。帅帅的事儿啊，我们再想办法吧。大不了他就不出去读书了。但是这笔钱你必须还给人家。你要是觉得不方便，我去。不要。那我先收下。还有啊，别再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，你马上搬回家来住。舅妈，怎么？我还有点事情要解决，等我解决完了，我就搬回来住，好不好？真的？行，我相信你，但你可不能骗我。雪儿，你不是已经出差了吗？我没去。你去找你舅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是一直跟着我吗？她跟你说什么？舅妈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没你坏。啊，我刚才也跟你舅妈打了个电话。我本来想探探她的口风，谢谢你，雪儿，谢谢你没把我的事告诉她。你出卖我，我不会出卖你的。你昨晚跟舅妈说，我打电话给你，让她来找我，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其实你舅妈挺关心你的。我已经知道了，谢谢。雪儿，雪儿，回木少姐那儿去。
什么？我求求你回去吧！你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其实我不是要出差，我只是想逃跑。什么？自从你离开墨家以后，我就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我就怕有一天警察会来抓我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被警察抓了，那你舅妈、帅帅，他们还怎么在人前做人？所以我就想到了逃跑。我想逃跑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隐姓埋名，然后再设法让莫少谦以为我死了。我只要能躲个20年，20年就足够了。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20年。这20年，舅妈、帅帅，他们可怎么过？今天上午，我本来是要走的。昨天晚上，莫少谦给我打了一电话，他说你回来了，他要挟我。所以你就连舅妈也利用了。你知道舅妈对我好，你知道我不忍心看着舅妈和帅帅没了丈夫没了爸。同学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，所以你就看在你舅妈还有帅帅的份上啊。那我就活该牺牲了。不，雪儿，听舅舅的，你不是已经跟他3年了吗？那咱们就再跟3年。不，也许1年，1年他就不要你了，他就嫌弃你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为什么舅妈对我那么好，你却对我那么坏？为什么？雪儿，雪儿，哎。我不会做出卖女儿这种事儿。刚才也跟你舅妈打了个电话，谢谢你没把我的事告诉她。你马上搬回家来住，别再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了。回莫少谦那儿去吗？你不是已经跟他3年了吗？那咱们就再跟3年。不，也许1年，1年他就不要你了，他就嫌弃你了。怎么了？苦恼？我是已经死了吗？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啊？我宁可我已经死了。我们是在阴阳路上见面，你也是已经死了吧？那让我们一起死好。想跟我一起死？你就那么舍不得我？刚才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想为什么舅妈那么好，而舅舅却那么坏？你在苦恼是不是为了保护那么好的舅妈，再一次牺牲自己去救那么坏的舅舅？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无所谓啊，反正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不放你走。阴阳、明暗、黑白，其实并不像世人想的那么干脆，并不是选择了白，你就不是黑；你选择了光，你就不是暗。有时候你怎么选择，结果都是一样。比如说，你舅妈是光明，你舅舅是阴暗，你为了保护你舅妈，就要再一次回到我身边，那就是回到了阴暗。那如果你选择了自保，而不理舅舅的死活，你是回到了光明，但同时你也会发现，原来自己可以那么自私，原来你自己也有那么阴暗的一面。
当你看到你舅妈整天为了舅舅坐牢而终日以泪洗面，那你这一辈子都活在阴暗里面。所以到最后，你离不离开我，结果还是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看到我痛苦，你会快乐呢？那是因为我是一个注定要下地狱的人，我想有人陪，而你是最好的人选。我是来带你走的，就让我们一起下地狱吧。吓成这样，做贼啊！你就不能礼貌一点，敲个门再进来？外面的人都说穆家二少爷并不是花花公子，看来真的不假，还挺用功的嘛。那当然了，岁数不小了，也该收收心了，浪子回头嘛。我进门的时候就放在这儿了，随手拿过来看一看。知我者莫过且夫也。你是知道这次事情闹大了，没那么容易过关，所以就装作浪子回头哄你爸开心，回来做做班玩2、3个月，就找个机会溜了，是吧？2、3个月？你开玩笑呢吧？我的计划是不到1个月就开溜。那你爸可失望了，他还指定你来顶我的位子呢。我可不行，你能做的事我做不来，我老爸选错人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次我还得谢谢你插手来搅局呢。你别总跟我爸是一个腔调了好不好？他也以为我在帮你。哦，还是为了帮他呀？你能不能同一个问题别总问我？我是为了帮同学，但不是因为爱上了他。整件事情算下来，你不可怜，我姐也算不上可怜，最可怜的是她。那我要替我的女人来谢谢你了。怎么还是你的女人？她不是已经跑了吗？她能去哪儿？我保证，她马上就回来。你为什么不能放过她？网照的事是你姐做的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没问过她？我打电话她都不接。她是怕你已经猜到了她，所以不接你电话，怕你会阻止她。想象力丰富。还好你爸放我几天的假，待会儿呢我就坐飞机回去，很有可能他已经在家里等着我了。还有同学的事别插手了。你这套漫画的续集有没有啊？有啊，他的漫画我都有，改天借我看看。你也看漫画啊？老公，还不回家？还没有玩够？怎么啦？你想我啦？我在想另外一个女人。谁呀？一个叫林姿贤的女人。网上的事我问过她了，她没有否认。可是我看她那个样子，根本没有这个能耐，
搞那么多事出来，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吧？你不服气是不是？你以为搞块破石头，弄个破戒指就能把我给骗了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碰他。你警告我？好，你都已经警告我了，我还敢碰他吗？我这离他远远的，